这个树呢，咱们也是用这种圆的树叶给它勾一下啊。这个房屋呢被它遮挡住一点，这样更自然啊。房屋被遮挡一点儿，还挺有情趣的。要把它明明白白的都露在外边，反而倒不好看啊。这个画这树叶不要大小变化太大，就是画一样大小的，在这个画里边呢，就是别排队就行啊，给它参差处理啊。特别是这个树冠，要让它有变化，不要都那么圆啊。现在咱们画它的点叶，这个点叶画在这儿，实际上呢，它是为了和这个家叶树进行对比，要在里边穿插着进行，不要把这个叶子画的比较凌乱啊。画这叶子单有它的这个技法，我想咱们都已经学过了，就按着你学的那么画啊。要有提摁啊，要有提摁。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呢，也是有品字形这个结构，怎么去这个布局啊？家叶树跟这个点叶树相互的衬托，使得这个家叶树呢也有一个对比啊。像这个树，咱们就可以画这个弧角点儿，或者大小散点都可以。关键就是要有疏密，这叫做攒三聚五啊。咱们可以回忆原来老师教给咱们的这个画这个的方法，咱们严格的按照这种方法去画。哎，除了攒三聚五这样去分布，另外一个有意识的把这个树干要包出来、包裹出来，这个树干呢更加清晰啊。包起这个树干，并不等于死包，也就是说，树干旁边也得留白啊，只不过它的树叶多一些个，白要少一些个啊。留白就是为了透气啊。你看这个攒三聚五很重要啊。开始要给淡墨的点留出位置来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要把它涂得特别死啊。一会儿呢，还要用淡墨，还要去点。淡墨如果点完以后呢，把这里边的空堵一堵，它更加整体啊，既有变化又有统一啊。
你看这里边也有一些空，一定要留啊，因为咱们画这种秋天的树啊，特别需要层次，都需要再画一遍啊，用淡一点的墨画一遍，然后再用最重的墨，就上完颜色以后还要点一遍啊。所以说这个留出余地是最好啊。咱们这儿呢，需要画重一点的，咱们用单叶画法给它画一些个树叶。树叶它都是一种符号化啊，比如说有的是松树叶的，非常的明确，那是松树的叶子；那是枫叶啊，那是当然有好多叶子，你也说不上它就应该是什么叶子，反正是一种符号。啊，在这个里边呢，比较好看就可以了。在国画里边有很多的这表现方法，它是属于适用于各个地方的啊。假如说那个树皮，像有些树皮的方法就适合这种树的表现，比如说松龙林、柏缠参啊，松龙林，松树跟龙鳞似的，柏树跟它缠着身。那别的树不是这样，就这个树是这样。那下边就不是了，梧桐横抹柳斜纹啊，梧桐跟杨树、跟桐木啊，它都是通用的啊。柳斜纹，榆木也是斜纹啊，槐树也是斜纹，那都是通用。树叶也是这样。只要这个地方你觉得应该用这种树叶表现最好，那你就画上它。刚才说了，是为了对比，凡是家叶画法这个树，那咱们呢旁边的树就应该有一个衬托它的重的树叶啊。有同学可能看出来了，说老师这个原来我们学的那个鹿角枝、蟹爪枝为什么不画呀？就直接上树叶啊？画这秋树的话，你画那些小树枝也给挡上了，而且是乱。一般画春树，点这个比较淡的点或一变的点的时候，这个树枝你必须得画。现在画树枝呢，没什么用啊，只要画树干就可以了。所以说，根据季节的那种变化，根据这个画面的需求，那你就应该是灵活掌握啊，这是有方法的。这个树一遍已经画好了，然后咱们点这个点儿，勾皴染点嘛，啊，这个点儿呢代表小葱、小灌木啊，也可以代表这个石头上的胎点儿啊。点这个点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既要有呼应
你不能这地儿什么都不点，那地儿点的太过于平均，这都不成啊。既要呼应，又要有疏密。这种对比还要找它的这个权衡它啊，你太过于对比了，那也不行啊。这地儿还缺点这个树叶，一会儿我给它加上啊。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哎，这个画这个呢，它的这个顺序没关系啊，只要是发现问题，马上就给它改过来。而且我也说过，勾皴染点也可以先擦再皴，最后再勾都行啊。给它反过来，这个步骤呢可以反啊，不是说固定的。不变，特别是这个树根的这个地方要点点儿啊，因为树根的地方有时候也有小蒿子啊。你要这个点还起着一个作用是什么呢？比如这个线如果特别单调，那咱们可以点点给它破一破。我准备这个画一下它的第2遍这个树叶，那就要用的轻一点的墨色了啊，轻一点的墨色。因为这个墨色在湿的时候重，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重的效果，实际上干了没这么重啊，没这么重。所以说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，这墨是轻的啊。哎，这里边这小点啊，就可以这么点一点啊，因为你这个形呢有重墨的形，你破坏不了它啊。咱都讲这个重的墨呢，这个墨线呢，它是骨啊。最后这浅的呢，染的这个呢是肉。咱们虽然说也是勾，但是它呢，也就是跟肉差不多了啊。因为开始那个重一点的，这颜色已经把骨骼定下来了。这个也是属于轻的这个墨色啊，在这里边点。刚才让咱们同学这个点这个的时候，中间要留点空，留点白。这会儿呢，哎，沿着树干这地方可以堵一堵，使这树干呢更加清晰。但是呢又很自然，因为我开始的时候用重墨的时候已经给它留了一些个空隙，现在堵呢也没堵死，因为是淡墨啊，它不是很重。这样的话呢，这里边就有变化了，浓淡变化了。就怕一开始你就给它画的非常的死板，都给它画的面面俱到，那最后呢你就没法收拾了啊。
所以说一定要给它留出余地来。那现在咱们上这2遍了，还画不画呀？还用重墨画不画呢？等最后看效果，因为最后有一个是属于醒墨的过程。醒墨呢，就是你通过上色上墨，使得原来的重墨不够重，在这画面上污涂，那你就可以用最重的墨在上面画几笔，那是醒墨阶段。那咱们现在呢，先不管它啊，先画这个第2遍这个淡墨，先让它出层次啊。这个淡墨上的时候啊，也不是说平涂，一定要里边点着染。这跟染差不多了，那一定要给它点，外围一定要画出来，实际上有点写字的那种意思，写出来啊。现在就是属于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啊，咱们把那个理论用于实践了啊。这里边要点一点啊，使得里边这个白空有这个变化了。使得这个树枝更加完整啊。好，现在呢，咱们就把这个树基本染了一遍啊。现在这个迦叶树要想让它厚实一点，咱不用全圈它。就在这个树干这个地方呢，稍微的用淡墨，稍微的去点染一点就可以了。个别地方稍微点一下，就让它这个墨色很明显的是有一些个变化就可以。特别是在这个树干这个地方。因为树干的地方往往它有这个暗的地方，要遮挡一下树叶的效果。咱们用这个稍微的给它点染一下呢，使得这个树呢它的凹凸就更加明显啊。这都是为了这个叶子的层次，树的层次。你看古人他概括的这个树特别有意思，像这棵树。它就好像咱们从这个树的中间给它砍了一刀，这个树干呢明明白白的就露在外边，树叶呢它就包在旁边。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能够把这种整线条给它露出来。最后把这个小溪流画一画，这小溪是衬托出来的。你看两边呢都比较暗，中间比较亮，这小溪流已经出来了。然后在小溪流中间。咱还可以加几块岩石，使得小溪流的这个空白比较活跃啊。用这种石头的这个方法呢，去把这个水给它表现出来。这个呢，在今后在上颜色的过程当中，还要进行生发收拾。
咱们这节课呢，先把它画到这儿，咱们这节课呢就画到这儿啊，同学们再见。